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健身。今天是2024年11月14号星期四。今天想要来维修牧田原厂电动起子机的原厂电池。原厂的保护板设计上，你只要一断电可能会锁板，所以我要先来制作一组可以供电的电池组。今天最主要来分享这一台电池内组测试仪，因为我对这种机器不是特别的了解，所以我在购买之前我会先去看一些维修师傅他们使用的测试仪器。那这一台是我看过比较多人在使用的，所以我就跟着购买了。那这一台它的型号是 YR1035+的。那我要制作这一组电池组的话，我们要先进行内组的量测。内组的量测我们是可以不用分正负极的。那我先直接进行测量。那这一颗的内组是 24.9， 电压是 4.17。第二颗的话也是 24.9， 电池是 4.16 伏。第三颗是 24.7， 4.17 伏。这三颗的内组是比较接近的，所以我们就用这三颗电池来组成一个12伏的电池组。通常我自己在做的话，总正极我会做在这边，那这边就是做总负极。那我们先把厂牌的型号弄出来，这样子后续再观看会比较好看一点。那确定好方向以后，我们来进行点焊。点焊的话，我们另外一个材料就是镍片。镍片的部分，通常我们购买电池相关的物品的时候，它会赠送这种镍片。这一组镍片应该是 0.1 的，那这一组是 0.2 的。通常他们赠送的这种镍片，它的内组会稍微比较高一点，所以我们在选择镍片的时候，尽量挑选镍片内组比较小一点的会比较好，因为这会影响到我们工具后续使用的发热量。那我们一样来测试一下镍片的内组，这两片我裁切的长度几乎是一样长的。那我们先测试一下。我们就从最边边，这一个镍片测量出来的内组是 7.10 毫欧。接下来我们测试 2.0 的这一个，它的内组是 3.10 毫欧，所以它只有它的一半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内组比较少的这一个。接下来要进行点焊的话，我们还需要继电式的点焊机，然后还需要一颗电池。点焊机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来点焊了。还可以啦，可能是电池的效能又开始下降了，先完成这一个再说。OK 啦，这样应该还算可以啦。反正我们就先做成这样子，量一下电压，有12伏。那这样子电池就点焊好了。这边点焊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将我们的控制板接上去。这边刚好都有空隙，所以就比较不用担心温度的问题。那我先把它接上去，板子上都有个别电压的接法，还有充电器以及负载所以我们就是按它的标示接线就可以了。那我先把它接好。这一颗电池组我已经组装好了。那我另外又做了一个平衡线出来。这一个板子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点，它就是 8.4 跟 4.2 分压线好像是相反的，反正我测出来是这样子啊。因为照理来讲，它这边是 4.2 的嘛，然后我用总电极连到这边，照理来讲这边是 4.2 伏的，从总电极出来到这边应该是 8.4 伏的。但是我如果按照它的电压下去接的话，平衡充电器这边识别出来是错误的，所以我就把 8.4 跟 4.2 的分压线对调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这个我不晓得是什么原理啦，我一开始也是按照官网上的接线法下去接的，但是接出来它就是会显示错误，所以后来我就把它对调。我们这边的分压线的接法也是一样的，如果我是从电池接的话，那我绿色的这一条是要接在这边，如果我是要从板子接的话，那我分压线就要对调。所以这个板子我是觉得蛮奇怪的，反正最后用出来能用就好。全部接好以后，我们测量一下总电压是12伏没有错。分压这边你看 8.4 这边我量出来是 4.2， 然后 4.2 这边量出来是 8.4，电压输出有一点奇怪，就这样子。然后负载端的输出12伏正确。接线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测试充电。那我们先把分压线接上去。充电的话，从保护板上的充电孔接入，显示出来就是12伏多。然后我们先给它平衡充电一下。这样子就可以正常充电。那我们等它充完电，充电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用热显像仪
去侦测一下我们的板子，看有没有异常发温的点。目前看起来都是30几度，看起来应该是正常的。充电器的温度反而还比较高。那如果有异常发热的问题，那可能就是板子的问题，或者是你接的线接错了。充电的时间大概已经5分钟了，电压都已经到 4.18 了，大概快充完了。那我们再来测量一下温度。温度的部分，保护板这边还有电池这边的温度还是很正常的。这样子我们这一组电池组合起来，目前在温度上的控制是正常的。那这一组电池已经充电完成了。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电压，3颗电池的电压是蛮接近的。那充完电已经有到达 12.6 了，这样子就符合标准了。电压正常以后，我们一样来测试一下内组。内组测试起来，3颗电池的内组也是蛮接近的。电池充完电以后，我们这边接个负载来测试看看。先稍微给它放一下电，再测试用充电器看能不能够正常充电。那我们这边拿一个15伏的 0.6 安的下去做充电。好，那我们接上充电器来充电。那目前充电只有 1.6 瓦，因为我们刚才这一组电池已经充饱电了，那我稍微放一下电而已，它有功率的输出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充电也没有问题以后，接下来就要把它做一个保护，因为现在的 3D 列印机器价格太高了，目前还没有办法购买。以后有机会可以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电池盒出来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安装到我们的电钻上。那目前没有这个预算，所以我们就先把它保护起来。保护起来就是用这种耐高温的胶带。那我先把它包起来，大概包成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那我这一篇电池内组测试仪以及12伏电池组的组装分享影片就分享到这边为止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敬请订阅和分享，谢谢。